大家好，这里是澳洲来信。江泽民这3个字，今天再提起来，味道已经变了。很多中国人年轻的时候看他，觉得他爱表现、爱唱歌、爱讲英文，有一点过度自信，也有一点老派干部的喜感。可是20多年过去，再把江泽民时代和今天放在一起看，很多人的感受会变得复杂。不是因为江泽民突然成了自由派，也不是因为那个年代没有问题，恰恰相反，那个年代的问题很多。国企下岗，腐败扩张，权贵经济成型，新闻自由有天花板，政治改革基本停住，6·4问题被继续封存，这些都不能抹掉。但另一个事实也摆在那里，江泽民主政的10几年，是中国从计划经济残余里艰难转身，真正进入全球市场的一段时间。那个年代的中国还能和美国谈，还能加入 WTO， 还能让媒体做一点监督，还能让社会保留一点缝隙，还能让领导人到点下车。这就让江泽民的历史位置变得很微妙。他不是一个民主改革者，但他也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强人。他是中共体制里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懂权力，懂平衡，懂国际规则，也懂得在关键时候不要把路走绝。这就是我们今天重新看江泽民时代时最应该抓住的主线，不是怀旧，而是比较。中国人对江泽民的评价这些年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反转。当年很多人笑他，笑他的普通话，笑他的表演欲，笑他在镜头前和外国记者谈笑风生，笑他唱京剧、唱英文歌、背诗，拉着别人一起合影。后来互联网上甚至出现所谓摩哥文化，把它做成一种半调侃、半怀念的公共符号。但越到后来，人们越发现能够被公开调侃，本身就是一种时代差异。一个最高领导人如果还能被做成段子，说明社会空气里至少还有一点弹性。如果一个领导人的名字、画像、讲话、表情都变成不能碰的禁区，那社会就不只是严肃，而是进入了恐惧。江泽民时代当然有红线，但它不是今天这种无处不在的红线。当时的报纸、电视和杂志确实出现过一批有公共精神的媒体，比如南方周末，比如焦点访谈，比如东方时空。这些媒体不可能挑战一党体制，但他们可以揭露基层官员，可以追问公共事件，可以让普通人觉得坏事还有地方曝光，冤屈还有一点上达的可能。这种感受，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那时候的社会气质是紧张之后的松动。6·4之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停止，这一点必须说清楚。江泽民并没有恢复赵紫阳的路线，也没有推动真正的宪政转型。但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他没有把门关死。他延续了邓小平南巡之后的改革路线，接受市场经济，接受外资，接受全球化，接受和西方国家打交道。而且他本人对西方社会并不陌生，他会英文，会俄文，懂一点工程技术，也喜欢展示自己对音乐和文化的兴趣。这些东西放在普通人身上不算什么，但放在中共最高领导人身上就有差别。因为一个领导人见过世界和一个领导人只相信内循环，只相信斗争哲学，最后带出来的国家气质是不一样的。江泽民最常被提起的一件事是接受美国 CBS 记者麦克·华莱士的采访。华莱士不是来寒暄的，他的问题很尖锐，也很直接。在89之后的国际环境里，中国和西方关系非常紧张，江泽民仍然接受采访，并且能够正面回应。他当然没有接受西方价值观对中共体制的根本批评，但他知道，一个大国领导人不能永远躲在国内媒体后面。你要和世界做生意，要吸引资本，要争取外交空间，就必须面对外部质疑。这个能力在今天看起来反而成了稀缺品。这不是说江泽民多么自由，而是说他至少明白一件事：中国不能只和自己说话。江泽民能够上台，本身也是一场历史偶然。他原来只是上海市委书记，在中共正常的官僚路径里，从上海市委书记直接成为最高领导人，并不是一条常规路。6·4之后，赵紫阳被打倒，邓小平和几位元老需要一个能够稳定局面，又不至于过分刺激各派的人。江泽民就这样被推上了北京。他后来那句很有名的话，
大意是一个人的命运既要靠自我奋斗，也要看历史进程。这句话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确实说中了中国政治的某种荒诞。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交接，不是由公开程序、选民授权、议会监督完成，而是在红墙内有几位老人拍板。江泽民不是通过制度被选择的，他是通过危机被选择的，所以他一开始并不稳。邓小平不完全信任他，军队里有杨尚昆、杨白冰兄弟的影响，国务院有李鹏，北京有陈锡同，党内还有大量资历比他老、根基比他深的人。换句话说，江泽民刚到北京的时候，表面上是总书记，实际上更像一个被临时扶上来的平衡人选。他要活下来，必须先学会权力。这也是评价江泽民不能太浪漫的地方。他不是只靠温和、开明和知识分子气质站稳脚跟的，他靠的是非常现实的政治手腕。他和曾庆红的组合，在90年代初逐步完成了对权力核心的重组。军队方面，杨家将退出，刘华清进入政治局常委，军队高层重新洗牌。地方方面，陈锡同案成为一个重要节点。北京这个最有挑战性的地方诸侯被拿下之后，其他人自然知道新总书记不是摆设。对李鹏这样的强势人物，江泽民则采取拉拢和交换。三峡工程就是当时权力、利益和政策纠缠在一起的典型案例。这套打法不漂亮，但它有效。它让江泽民从一个过渡人物变成真正能够拍板的最高领导人。问题也从这里埋下。江泽民稳住权力的办法，并不是建立更公开、更透明、更受约束的制度，他用的是派系平衡、利益交换、人事安排和反腐选择性打击。这在短期内帮助他控制局面，长期看却让中共的派系政治和权贵经济进一步制度化。所以江泽民时代的矛盾就是在这里。一方面他比今天开放，另一方面他也给今天留下了很多病根。我们先讲他立功。江泽民任内最重要的历史成就之一是让中国真正进入市场经济轨道。邓小平完成的是方向转换，他打破了毛时代的阶级斗争叙事，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不争论，先发展。但邓小平的理论非常实用主义，他有判断，有口号，有方向，却不是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江泽民时代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共如何在已经不再真正相信共产主义，又不愿意放弃一党统治的情况下，给自己重新找一套说法。这就是三个代表的政治意义。很多人一听三个代表，会觉得是官样文章，是套话。从文字上看，确实很像套话。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话听上去很空，但他背后的动作并不空。他等于承认中共不能再只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了企业家、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外企员工、私营经济从业者和各种新社会阶层。如果还按照毛时代的阶级斗争逻辑，这些人要么可疑，要么需要改造，要么根本不能被纳入政治合法性，那市场经济就走不下去。江泽民把这些人重新纳入中共代表的范围，实际上是把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包装。这一步很关键，他没有让中国变成民主国家，但他让中共承认执政合法性不能只靠革命叙事，不能只靠阶级斗争，也不能只靠枪杆子。他至少要靠经济增长，靠社会精英参与，靠对现代化的某种承诺。这就为私营企业家入党、知识分子重新获得地位、专业官僚发挥作用提供了一套官方语言。从今天看，这套语言当然不充分，因为没有竞争性选举，没有司法独立，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一个执政党说自己代表所有人，最后还是自说自话。但在当时，它确实是对毛式革命政治的一次降温。它让中国社会从谁是敌人的逻辑，更多转向谁能创造财富的逻辑。这就是江泽民时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变化。第二个功是改革深水区。90年代的中国改革不是今天很多人想象的那种一路高歌，它非常痛。国企改革打破铁饭碗，大量工人下岗，很多家庭从单位保障体系里被甩出来，突然面对市场竞争。
那不是一句提高效率就能解释的。对当时很多东北、华北、内陆工业城市的家庭来说，下岗就是生活崩塌，父母没有稳定工资，医疗和养老没有保障，孩子教育也受影响。这一代人的代价，后来很少被官方认真书写。但如果不改革，国企系统继续亏损，银行坏账继续堆积，财政继续补贴，中国经济也会被拖住。所以，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的改革最残酷之处在于，它有历史必要性，也有巨大的社会代价。朱镕基是执行者，江泽民是政治支持者。没有最高层支持，朱镕基那种雷厉风行的财税、金融、国企改革很难推下去。分税制重塑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金融整顿处理银行风险，国企改革改变城市劳动关系，价格双轨制逐步退出，减少了权力倒卖资源的制度空间。这些改革都不是完美的，有些改革后来带来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有些教育和医疗市场化过度，加重了普通家庭负担。但从宏观上讲，90年代后期的这些手术，让中国经济终于能接上全球化的轨道。第三个功是加入 WTO。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江泽民时代最大的外部转折，它不是一纸协议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中国接受一整套国际贸易规则，降低关税，开放市场，改造法律制度，吸引外资，把自己嵌入全球产业链。从那以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沿海地区工厂扩张，外贸高速增长，城市化加速，中产阶层开始形成。胡温时代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吃的是江泽民时代加入 WTO 之后的红利，而这个结果和江泽民务实处理对美关系有关。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美之间并不总是顺风顺水。台海危机，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南海撞击事件都曾经把关系推到危险边缘。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很强，但江泽民没有让民族主义绑架国家战略。他知道中国当时最需要的不是和美国摊牌，而是发展时间、技术转移、市场准入和外部资本。911之后，中国迅速向美国表达支持，也让中美关系进入一段相对合作的时期。这当然有现实算计，但政治家的责任本来就包括算清楚国家能力边界。你可以不喜欢美国，也可以批评西方，但如果你明明还需要西方市场、美元体系、技术输入和国际规则，却天天把自己包装成世界秩序的挑战者，那就是战略轻浮。江泽民时代至少没有犯这个错误。第四个功是权力交接，这点尤其重要。中共历史上最高领导人的交班一直是死结。毛泽东选过刘少奇，后来刘少奇被打倒；选过林彪，后来林彪出逃身亡；选过华国锋，后来华国锋被邓小平边缘化；邓小平选过胡耀邦，胡耀邦下台；选过赵紫阳，赵紫阳被软禁。在江泽民之前，中共最高权力几乎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正常交接。江泽民在2002年卸任总书记，把位置交给胡锦涛。虽然他又留任中央军委主席1年多，这一点不够干脆，也给后来的权力阴影留下了空间。但总体上，他仍然完成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按党代会周期进行的最高领导人交接。胡锦涛10年后又完成了一次更彻底的交接。这2次交接曾经让外界以为中共至少形成了某种任期制和退休制度。现在回头看，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有多脆弱。制度如果只靠领导人自觉，而没有宪政约束，没有党内公开竞争，没有独立监督，那它就不是硬制度，只是政治惯例。惯例可以被遵守，也可以被打破。习近平修宪之后，中国重新回到个人长期执政的不确定性里。这反过来让江泽民到点下车显得更有历史分量，不是因为他多高尚，而是因为在一个权力缺少外部制衡的体系里，愿意退就是一件稀缺的事。第5个功是政治局常委制度和高层分工的相对稳定。今天很多人觉得政治局7常委是常识，但这个模式并不是从中共建政起就固定存在。毛时代常委人数变化很大，斗争也极其残酷。刘少奇、林彪、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
这些曾经站在权力顶端的人，结局都很惨。邓小平时代，胡耀邦、赵紫阳先后被废，政治局常委也并不稳定。江泽民时代之后，政治局常委会的运行才逐渐形成比较固定的岗位结构。总书记、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中纪委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这套分工在15大之后基本成型。7常委这个数字也在江泽民时代和后来习近平时代成为常态。从制度设计上说，7个人比1个人独断要好，也比9个人过度分散更有效率。当然，纸面结构是一回事，真实权力运行是另一回事。如果总书记掌握了绝对权威，7常委也可能变成陪衬。但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高层至少还保留了一些集体领导和平衡机制。常委之间有分工，有派系，有讨价还价，也有互相牵制。这种模式不是民主，但它比个人一锤定音更能降低政策冒进风险。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很多灾难，往往发生在权力过度集中，所有人不敢说不的时候。所以，江泽民时代留下的这套集体领导惯例，本来是有现实意义的。它后来被削弱，也说明中共内部规则并不真正可靠。第6个遗产是7上8下。所谓7上8下，就是换届时67岁可以留任或晋升，68岁通常退休。这不是写进宪法的规则，也不是公开法律，它更像党内潜规则。从2002年开始，这条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发挥作用。曾庆红、贾庆林、李长春、俞正声等人的进退都曾经被外界拿来验证这条规则。它的好处是让权力继承有一点可预期性，官员知道年龄线在哪里，观察者也能根据年龄判断大致走势。但到20大以后，这个规则基本失效。同样年龄的人，有的下，有的上。更年轻的人可以出局，年龄更大的人可以留任。表面说法叫能上能下，本质是个人意志压过惯例。从江泽民时代到今天，最深刻的变化就在这里。过去，中共虽然没有现代民主制度，但他试图用年龄、任期、分工、派系平衡来约束最高权力。今天这些软约束被一条条打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重新评价江泽民。他们怀念的未必是江本人，而是怀念那一点点可预期性。再讲上海帮，江泽民从上海起家，后来上海成为中国政治版图里最重要的干部来源之一。朱镕基、吴邦国、黄菊、习近平、俞正声、韩正、李强都和上海主政经历有关。曾庆红、丁薛祥这类人物也和上海系统有很深联系。上海在江泽民之后，不只是经济中心，也变成高层政治的干部蓄水池。从积极面看，上海干部通常更熟悉市场经济、外资环境和城市治理，这对90年代、200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有帮助。从消极面看，上海帮也强化了中共的圈子政治。干部升迁不只是看能力，也看你是不是在某个系统里站对了队，拜对了山头。江泽民要在北京站稳脚跟，大量使用自己熟悉的人，可以理解。但一个国家如果长期靠小圈子分配权力，最后一定会伤害治理质量。胡锦涛后来发展团派，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江派的反制。江派和团派相互制衡，确实限制了个人独裁，但它也让政治变成派系交易。更讽刺的是，习近平的上位正是在这种派系妥协里发生的。江派不愿意让李克强顺利接班，团派也无法完全压过江派，最后选择了看上去更容易被各方接受的习近平。结果，这个被许多人误判的人，反过来重塑了整个权力结构。如果说江泽民一生最大的政治败笔是什么，选择和接受习近平进入接班序列，绝对是绕不开的一笔。当然，历史责任不能简单归给一个人。习近平上台是中共制度、派系平衡、红色血统政治和权力黑箱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江泽民和曾庆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装作不存在。再讲军队，江泽民是中共历史上很特殊的军委主席。毛泽东、邓小平都长期和军队战争经历绑定，江泽民没有真正带兵打仗，他是工程师出身，是文官。一个文官要掌握解放军难度很大，
他用了很长时间建立军中权威，也付出了很高的政治成本。他任内一件重要的事是禁止军队经商。90年代之前，军队经商已经严重腐蚀军队体系，部队办公司、做贸易、搞地产、走私和利益输送不断出现。枪杆子一旦和生意结合，就会形成非常危险的利益集团。江泽民推动军队停止经商，这是他自己也反复强调的一件事。这件事对军队正规化有正面意义。他还推动总装备部成立，把原来的3总部扩展为4总部，强调科技强军、装备建设和现代化武器体系。这和他的技术官僚背景有关。当然，后来装备系统腐败严重，甚至成为军队整肃的重点，也说明单靠机构改革不能解决权力不透明的问题。只要采购、晋升和项目分配缺少外部监督，任何看上去现代化的体系都可能变成新的腐败管道。江泽民时代的军队遗产因此也是双面的。一方面，他推动解放军从经商和落后装备体系中转型；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建立真正透明、专业、受文官法制约束的军队制度。再看他的外交，江泽民的外交风格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务实。他不是没有民族主义姿态，中共领导人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姿态，但他知道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喊口号，什么时候做交易。这是一种老派政治家的能力。90年代，中国国力还有限，外汇储备不高，技术依赖外部，产业链也没有形成完整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和美国正面冲突不是勇敢，是不清醒。江泽民没有把中国推向孤立，他选择了融入。从澳洲看这一点，会看得更清楚。澳洲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移民、教育和规则体系的国家。一个国家能不能繁荣，除了资源和人口，更重要的是他是否愿意接受可预期的规则，愿意让资本、人才和信息流动。江泽民时代的中国虽然政治不自由，但经济上越来越愿意接入这个体系。中国学生出国，中国工厂接单，中国企业学习现代管理，中国城市学习国际金融和商业规则。这就是那一代人命运改变的基础。很多后来移民澳洲、美国、加拿大的人，很多后来在外企工作、买房、创业的人，吃到的都是那个时代打开国门的红利。所以今天我们评价江泽民，不可能只看他个人唱了几首歌，讲了几句英文。真正关键的是，他没有把中国从世界体系里硬拽出来。但江泽民的问题同样很大。第一个问题是政治改革停滞。6·4之后，中共对政治改革产生了深层恐惧。江泽民没有勇气，也没有意愿去重启这个议题。他做的是经济开放加政治控制，这套组合在短期内很有效。经济增长可以缓和社会矛盾，外资和出口可以创造就业，城市化可以给年轻人提供上升通道。但政治权力没有受到约束，腐败就会随着市场化一起扩张。权力可以审批土地，可以控制银行，可以决定上市，可以分配资源。市场越繁荣，权力寻租空间越大。这就是90年代后中国腐败越来越深的根源。不是因为市场本身坏，而是因为市场被没有制衡的权力拿来分肥。江泽民时代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用增长把问题盖住。第二个问题是权贵经济成型。90年代和2000年代初，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财富分配非常不平等。红色家族和与权力关系密切的商人能够在地产、电力、金融、电信、能源、基建等领域获得巨大机会。普通人也改善了生活，但更多是分享增长的边角。真正的大头往往流向离权力更近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中国社会对腐败的愤怒越来越强。习近平上台初期反腐能够获得很多民意支持，正是因为江湖时代积累的权贵经济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但习近平的问题在于，他不是用法治反腐，而是用反腐重组权力。这又回到了江泽民时代没有解决的根本矛盾。如果反腐不是制度化的、公开的、独立的，而是由最高权力选择性发动，那它最终一定会变成政治工具。江泽民打陈锡同，胡锦涛打陈良宇，习近平打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本质上都有这种体制逻辑。
第三个问题是派系政治。江泽民为了自保和布局，建立了庞大的江派网络，这让他退休之后仍然保持影响力，也让胡锦涛10年长期受到掣肘。从表面看，派系制衡可以防止一个人独大，但派系制衡不是制度制衡。制度制衡靠法律、选举、媒体、司法、议会和地方自治，派系制衡靠人情、山头、利益和暗箱交易。前者能够形成规则，后者只会形成新的不透明。江泽民时代没有让中国走向前者，而是把后者做得更成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后来没有走向温和转型，反而走向更强的个人集权。因为真正的制度约束从来没有建立。只要出现一个足够强、足够狠、足够会利用反腐和安全机器的人，派系平衡就可能被打碎。习近平就是这个结果。第四个争议是领土和边界问题。江泽民任内，中国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签署了一系列边界协议，解决历史遗留争端。支持者会说，这有助于稳定北方边境，改善中俄关系，让中国把战略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反对者则认为，一些历史争议领土在法律上被确认放弃，代价太大，而且对后代没有交代。这件事非常复杂，不能用一句话概括。国际法、现实控制、历史条约、国家能力和外交取舍都在其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构成江泽民历史评价中最有争议的部分之一。尤其在今天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的环境里，这类边界安排更容易被重新翻出来批评。江泽民的务实外交在这里也显示出另一面。务实可以避免战争，换取发展空间。但如果缺少公开讨论和透明授权，重大国家利益的让渡就很难获得真正的民意合法性。这不是江泽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共体制的问题。国家最重大的决定往往由少数人闭门完成，民众只能事后接受。第五个问题是他没有给中国留下可持续的政治出口，这是最根本的。江泽民时代的开放是有限开放，媒体可以监督基层，但不能监督最高权力；知识分子可以讨论改革，但不能挑战党的统治；企业家可以发财，但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普通人可以出国、经商、买房、上网，但政治权力没有真正增加。这种模式在经济高速增长时看起来能运转，因为大家都忙着改善生活，社会矛盾被增长稀释。可一旦增长放慢，房地产见顶，外部环境恶化，青年失业上升，权力又缺少纠错机制，系统问题就会集中爆发。今天中国面对的很多困境，其实都能追溯到那个时代没有完成的转型。市场有了，法治不够；财富有了，分配不公；开放有了，权力没有；技术官僚有了，政治责任没有。这就是江泽民时代真正的历史账本。不能只记收入，不记负债。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评价江泽民？我觉得可以分3层。第一层，和毛时代相比，江泽民代表的是降温。他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动员全民搞政治运动，不再把知识分子视为天然敌人，不再把资本家简单打成剥削阶级。他接受市场经济，接受全球化，接受技术和专业主义，这当然是进步。第二层，和胡赵路线相比，江泽民又是保守的。他没有真正推动政治改革，没有处理6·4遗产，没有建立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没有把共产党从权力垄断中带出来。他把中共从革命党改造成更现代的执政党，但没有把它改造成受约束的政党，这就是他的上限。第三层，和习近平时代相比，江泽民又显得克制。他没有废掉任期制，没有把个人崇拜推到今天这个程度，没有把民营经济逼到普遍恐惧，没有把外交做成战狼表演，也没有把社会控制推进到每个角落。他懂得退，懂得忍，懂得和世界周旋，也懂得让社会留一点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今天怀念他。但这种怀念应该有边界。如果只是因为今天太压抑，就把江泽民时代想象成黄金时代，那也不真实。那个年代的下岗工人不会同意，被强拆、被腐败官员欺负、被权贵资本吞噬机会的人也不会同意。
6·4受害者家属更不会同意。江泽民时代不是自由时代，它只是一个比今天更有缝隙、更有机会、更有国际空间的威权开放时代。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把它误读成自由，就会看不见中国问题的根。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再来一个更会唱歌、更会讲英文、更会和西方记者周旋的最高领导人。中国真正需要的是让任何领导人都不能随便决定国家命运的制度。江泽民好一点，习近平差一点，这种比较当然有意义。但一个国家如果只能靠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性格来决定松紧，那本身就是危险。今天碰到一个相对开明的社会就松一点，明天碰到一个狭隘强硬的社会就紧到窒息。这不是现代国家，这是权力运气。江泽民的历史价值恰恰在于他让我们看见了中共体制的两个面向。他可以在某些时期务实、开放、发展经济、吸收精英、融入世界，但只要权力不受真正约束，他也随时可以倒退、封闭、清洗、个人崇拜、对外冲突。江泽民没有阻止后一种可能，他只是暂时压住了他。到了习近平时代，被压住的东西又回来了。所以江泽民被低估了吗？如果只是拿他和今天相比，他确实被很多人低估了。他有国际视野，有技术官僚的理性，有现实主义的外交判断，也有到点交班的政治克制。他主政时期，中国完成了市场化深水区改革，加入 WTO， 建立了一套相对稳定的高层权力惯例，也给社会留下过一定空间。这些都应该承认。但如果把它放在中国现代化真正需要的制度转型里看，它又被很多人高估了。因为他没有完成政治改革，没有建立权力制衡，没有清理权贵经济，没有解决党国体制的根本矛盾。他把中国带进世界市场，却没有把中国带进现代政治。这就是江泽民时代最准确的评价。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高峰之一，也是后来倒退的前史之一。他让中国人看到过另一种可能，也让中国人错过了真正建立制度的窗口。所以今天谈江泽民，最重要的不是怀念长者，也不是替他洗白，最重要的是看清楚，一个靠个人克制维持的开放终究不可靠，一个靠派系平衡维持的稳定终究不可靠，一个只做经济改革不做政治改革的现代化终究会走到瓶颈。江泽民的历史位置就在这里，他比后来者更懂世界，也比真正的改革者离制度转型更远。他让中国向前走了很大一步，又没有把中国带出权力循环。这不是一句功大于过或者过大于功能说完的，它更像一面镜子，照出来的不只是江泽民本人，也是中国过去30多年最深的矛盾。这里是澳洲来信，谢谢观看，欢迎点赞、订阅、评论，咱们下期再见。